今天要聊一聊一步到位装，这个好像是有观众在我们讲你辞职1周年的视频下面，有观众给你留言说，请你去看一看另外一个大博主上的视频，对吧？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前因后果呢？这个大 V 上他在做直播嘛，可能就是打网友问，估计是听到了网友对他有一些这种来到泰国居住不是一个长久的所谓的润季或者说移民之计，泰国只能给你取得短期的一个居留签证，那就评价他这个是做事情考虑不长远，不是一步到位的一个想法。就这个事情讲到了一步到位，那上他是怎么回答的呢？我记得他就是讲，他觉得说没有现在这个时间没有这个能力，然后他也觉得这个人生没有必要用现在当下的眼光，然后去规划所谓的一步到位，把未来全部都 plan 进去，是没有这个可能性。他甚至好像有一个类比，他说他就喜欢穿人字拖，但是你这一步到位就好像是穿一双这种正装皮鞋，那他就喜欢这个样子，将来是什么样子将来再说，就颇合我们那期节目当中所说到的船到桥头自然直的这个理念，比较短视，打引号的短视理念，比较吻合。我觉得他这个打比方的说法比较妙，因为这个比较温和的回应了那位观众对他的质疑，好像是说，第一，你看我很舒服呀，对吧？第二呢，它是一个个人选择，个人的偏好，你可以选你的正装皮鞋，我选我的里昂拖、人字拖就可以了。那么事实上，在我们的频道里也经常有人批评我们说，选择马来西亚不是什么一步到位的选择，也有过这种声音的吧？对啊，不光是我们观众朋友们经常会在这边提醒我们，我把它解读为善意的提醒啊，他们会认为说这里不是一个移民国家，你花了很多钱拿了这个第二家园，只不过是一张长期签证，而且你的钱用完了之后，你还是要离开这个国家，对吧？其实我们国内的朋友，他们很多人听说我们办了第二家园，然后表达出了对第二家园这个兴趣，但是迟迟他们也不做这个决定。你要去问他的话，他也是告诉你这不是一个一步到位的选择。对，也会提到这个事情。是，你看我们出来已经到这边快2年了吧？我们那些想要出来的朋友还是那几个，这就是还在上海，可是我们已经享受了2年生活了。这个你已经讲出了一些，我记得一步到位这个字，这4个字，以前从你爸的口中也经常听到。是啊，我爸有没有对你以前学习生活有些什么样的指导，也会用上一步到位？我们把它摆到一起来看看，会有些什么共性吗？那肯定是啊，从工作一步到位，那就是要他希望你怎样的一步到位？他希望我进入一个国企或者是考公务员，他认为是铁饭碗，一步到位，永远不用担心什么辞职啊、跳槽啊、被裁员啊这种事情，对吧？吃皇粮、保平安。银行，对，还有银行，我觉得我现在用我爸的眼光来看，这3个都不是所谓的铁饭碗，对不对？然后第2个就是婚姻要一步到位。我爸曾经，我也没有，你也知道，我在跟你谈恋爱的时候，他也不是特别的赞同，然后私底下他很惋惜，因为他帮我调得了几个金贵婿，人家都是家里面不是做官的，就是经商的，跟我讲说你到那边去之后，你就能过上很好的这个阶层飞跃般的生活。然后如果你找个普通的家庭，他说你这就是扶贫帮困，然后你这就不是一步到位的生活呀，对吧？然后接下来买房子，我们那个时候曾经动过要买房子的念头，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是属于做任何事情都瞻前顾后，要他老人家同意，尽管钱也不是他出，对吧？他永远会说，你买什么100平方米的房子，这种房子不能住的，你要一步到位啊！你们3个人就直接要买150平的房子啊！那还挺有眼光的呀，好多没有，我们当时有这个能力买吗？对，你要说下去就是 OK。如果以我们刚工作就去买150平米的房子，那么会带来的结果会是怎样的？那我们现在肯定不会出来，我们说不定早就离婚了。我们一定是背上了很重的房款，不光掏空了我们工作的所有的积蓄，然后我也不可能用这个积蓄去美国读书。然后我的工作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大的飞跃性的提升，对吗？我的工作工资上的涨幅其实已经远远超过了上海那几年房价的涨幅，就到现在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一笔50万的投资是非常值得的。所以你看我们虽然是临时讨论，但是从你刚讲的人家观众直播的时候去 challenge Sean，然后呢到有观众朋友 challenge 我们来马来西亚的选择，再到以前你爸给你的这种
谆教导。我们再来考虑一下一步到位，我发现它确实真的是有一些共性。有时候呢，它好像表现为是一种 shortcut， 就是我直接有通过一种方法去走到别人需要花很长时间或者诸多努力才能达到的下一个阶层或者下一个地方目标，他认为这个叫一步到位，因为它突出的是一步到位的速度之快。他是以终为始，他看到了那个远方的终点，但是有个很致命的问题要问一问自己：你够格吗？这是它会带来的问题嘛。那还有呢，它有的时候是去承担你所现在不能承担之重。对，这好像有点像美国 Silicon Valley 那个叫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当然那个是一个正向的了，人家是讲你怎样最终去达成一个企业的目的。不过这里面有个关键的差异，因为企业你如果 take 这个 risk， 企业如果发生问题会怎样？破产，然后再来一遍或者说这个人那他就从此不再做这个企业了，这个计划就是一个风险就失败了。但是人生呢，比方说你去了一个你现在够不着的一个国家，很多人去辛辛苦苦的做那种移民。还有呢，比方说你去买了房，你刚讲了，这是不是就是没有代价的呢？其实是有的，只不过在企业那个叫有限责任公司，它的代价会被 cap 在一个地方，大不了 game over， 再来投资人会认栽。不过放到自己的身上，你想想看，就你讲的很多人去了他不适合的这个地方，那也是很痛苦的。你如果买了房子以后，那么你的代价是什么？就是会背上长达有多少20年到30年的不能中断工作的那种贷款，而且是2个人都不行。那么你的生活模式就会被锁定，你的财务模型基本上也就会被锁定嘛。对啊。我们家里面也有活生生的例子吧，我们家里面亲戚他们也是大学毕业之后在上海觉得不可能去攀爬什么跨越这个阶层，甚至是日子都不能过得非常体面，然后他们是工作1-2年之后的小夫妻就直接在澳大利亚重新女生去读了一个幼儿教育专业，男生去转行做了会计。其实你看他们现在的生活也是紧巴巴的，你其实不能谈得上是享受生活，比上海会好多少。所以我是不太喜欢日光这种这4个字，我从来不讲一步到位，因为我觉得一步到位这4个字，首先我不能理解，好像你提前就是你是开了天眼的，你知道这个事情的结局和最正确的答案是什么，我就应该这样去选。对了，一步到位，我想还有第3个它的有意思的共性，就是好像都是集体认可的。比方说你要移民就去美加澳新，盲从，对吧？从众，你买房子就买大，对，有一点这种特点吧。我觉得还有一个。对我来说，我认为就是一步到位，它其实是一个完美主义的一个体现。它的一个后果就是引致你的拖延症，因为你总是觉得这个东西，没错，你以这个一步到位为衡量标准，然后你当下的选择可能没有到达那个一步到位，你其实会给自己很多的这个想法，就是说，因为它没有到一步到位那个 level， 我就不应该去做这件事情，对，我就不做了，我就拖延症，然后 totally 你就没有去做，你脑子里面永远是那个一步到位那个理想生活，然后你的现实是永远像郁积于这个蜗牛壳里边那个蜗牛一样，没有任何的前进的动力了。是的，就是很奇怪，我们就 all or nothing， 就是这样的一个选择了。对，你这个提醒我了，就是有很多人，比方说移居马来西亚，身边也有很多朋友有表达出这种兴趣，要到海外去生活，但他因为他感觉这不是一步到位的，所以他起到一个反向的作用，就是他干脆就是根本就不去做。而另外一种如果放到买房子身上，就去承担过高的一个财务风险，就体现出他赌性的这一面了，这也有的。还有一部分他的人，他觉得这不是一步到位的决定，他就是也是很多观众这2天在我们留言下面提出来的，这个叫骑墙派，骑在墙上。没有做出证据，没有做出一个就是跨越这个墙到墙的另一边，还是留在墙里的这个决定。他觉得这2边我既要这边又要那边，我现在就骑在墙上观望，哪一边以后好了我就能够去。其实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例子啊。所以某种程度上，一步到位就是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刻舟求剑。我就停留我在原先的框架和情形下。我认为我现在做了就能直接达到未来的结果，而忽视这个中间过程本身是会变化。这个讲的有点玄乎啊，但是你想想看，其实事情只要分步来做的。你就好比说我们生活到大马来，我真正重要的是去美加澳新吗？其实你仔细想想，那个不是我的目标啊。你且不要说什么像在泰国它不能移民，
泰国只是长居啊，当然马来西亚也只是一个长居，但是你讲的我们已经来2年了，对不对？我觉得我们真正要的是什么？我们真正要的是，因为经历过疫情，我们想要摆脱原先的个人生活、家庭关系、孩子教育，然后工作，等等吧，你方方面面被管得很严的这种空气、这种氛围，我们有没有达到？就我讲的出租车理论，你得先下车呀。你如果坐在车上，不是这辆车把你载到不同的目的地去的，你还在那边坐着黄粱美梦，那你永远不可能达到这个地方嘛。而且反而我们做到了，对不对？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们认得很清楚，我们就是很懒的人啊。对我来说的话，如果真的住到澳洲、什么新西兰、美国，我们旅行时候都住过的嘛，这种别墅的房子。将来这个东西什么都要自己 DIY 啊！像以我们2个这种抠门省钱的性格，一定是逼着自己半路出家去学 plumber，这种东西，这日子一定是过得很苦的。还有我们的那个美国朋友，他告诉我们，如果你住 landed property， 你每年的维护成本就那么高，对吧？你想想看，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的话，我们一定是有一方要出去工作。然后接下来我们的家庭又会陷入到以前的这个样子的这个境地，这是一步到位的第3个问题，就我们刚讲的，就适合别人的是随大流的一种选择，未必是适合你自己的。而你真正要的就是要改变。你比如说啊，我们回到观众来在留言下面讲我们的，按照你的引述啊，你看他说，马来西亚它只是一个长期签证，他其实说的并没有错，但是我们的目标是改变生活，我们其实做到了，完成了我们的。我也不知道终极目标是什么，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要的东西确实不要了吧。我们其实完成了1阶段的目标呀。然后呢，他说你只是钱存在这里，傻乎乎的这个把你自己的钱花了。我觉得他说的也不对呀。你看我们的被动收入，然后我们现在创业开始做事情，不正因为我们出来早，我们在大马还能够建立公司创业，我们还是有收入的呀。再说我们也不至于坐吃山空嘛，对吧？我觉得他这个说的也不对，他好像只是在秀他知道的那些知识，就是你看大马它不是一个移民国家，你去错了吧？我只能感到他想要去秀这一点，但我们的目标并不相同啊。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那个叫甲之蜜糖，乙之砒霜。也有观众留言说，我们分析那2个朋友想润的时候不同的这个命运的那一集里面，就讲到了美国移民，他们就用自己的例子说，美国移民很容易的呀，谁说美国工作签证很难找的？你们做了了解吗？我觉得我做了了解了。我觉得以我的这个我们2个的年龄，我们2个的文科专业的背景，都不是美加澳新现在的移民的所需专业，对吗？然后我们的年龄过了40岁，打分也不行。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没有这样一个水平啊，我们不是像你们有这样的能力啊，我们就是到了一个适合我们能够接受我们的国家呀，这是清醒的选择。其实就是在于适合这2个字。那个适合呢，也是动态的，不是说大马不是一个移民国家，你就只能去美加澳新，这是我觉得是太过极端了，他选择了不太适合自己的一个事情。这点上我觉得上讲的一点都没错，自己感到舒服就对了嘛。我们怎么知道他没有一些自己的规划？他只是穿着拖鞋，人家鞋柜里面可能是有正装这个好的皮鞋的呀，只不过在要的时候再拿出来穿，你不能因此就质疑他说，你看你整天穿着拖鞋对你的脚是不好的，你这个显得很不正规。那我觉得这个就变成别人质疑他的别人的问题了。我觉得关键还是不要把所谓的一步到位把它作为你唯一衡量的这个。我也想到家里面一个表哥的这个例子，他应该是在1年之前，他表哥差不多跟我同岁嘛，他那个时候加拿大还有那一种所谓的叫劳工签证，就是在一些屠宰场啊或者是一些农场里面做一些非常辛苦的体力活，但是通过一些中介的话还是能够很快拿到绿卡，因为这个体力工人是非常欠缺的。结果表哥在他们家里面的人每个人都反对，我爸我妈好像也出马去进行了洗脑，说你有一份国有企业里面虽然钱很少，但是你超稳定啊，你坐办公室啊，你有没有什么体力活？可是我这个表哥我知道他做的这个国企办公室他的收入很低的，他甚至于每天晚上还要出去送外卖，做那种兼个职才能贴补家里面的收入。所以他自己是想要一步到位，他要，而且我哥好像已经开始学英语了，而且他的小孩我们大家都知道嘛，那小孩在学校上到2年级，就是一直被老师骂很笨，跟不上，小孩非常自卑。
所以他也是抱着想要改变自己的这样一个想法，改变自己家庭的想法，他不愿意付出这样一个体力，40几岁去从事这个靠双手吃饭的工作，然后让自己家人能够在加拿大开展一个新的生活。结果全家人这样劝，全家人反对，不让他们全家去考察。最后我们这次回国，我妈跟我说，那个加拿大那个签证项目已经没有了，这条路就彻底断了。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他当初应该就是要去一步到位？我觉得他当初真是家里面的大人不应该用他们退休工人的视野所看到的一步到位去框我这个40岁表哥的做的决定。他们就算去试一次，因为当时已经谈到什么份上，我表哥他们一家，他们就趁春节到那边去考察2个礼拜，你知道吗？那些家长们、那些老人们，他们所谓的一步到位是什么呢？就是觉得那个国企很好，就应该待到退休，应该不变是吧？不变啊，未必是变。但是不应该变，那么好的金饭碗干嘛要砸掉？你这位表哥不正在做他自己的一步到位吗？他要去加拿大移民，直接切换工作、切换生活场景，他自己是想一步到位的吗？但是你看，我们中国社会有什么好讲的？这种传统的要孝顺的观念去压到一个年轻人，像我们这样中年人，他能够去压，我能够承受他们家对他的这个，我能够想象他们这个压力有多大呀？都能够大到我表哥要放弃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我们只是看到啊，就是在所谓的一步到位下，它有可能出现不同的结果，然后不同人的理解其实是各不相同的。我也有一个领悟啊，就是跟你刚才聊着得到一些启发。我发现啊，对待收益最好不要一步到位啊。比如说像买房啊、移民啊、换一个地方生活啊、切换工作啊，你认为说啊结婚呐、你认为说最好的结果是这个，我现在有这样的机会可以 shortcut 直接到这个地方，我一下子达到。我觉得对待收益最好不要这样，因为一方面情形会变，第二呢，你达到了自己所不能承受的这个结果，要付出的代价恐怕常常也是自己不能承受的。不过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有一点上可能在他直播我猜是没有讲，就你对待风险那个倒是需要一步到位啊。套用这个词，就是你要有些东西托底的。比如说我们在30多岁的时候，我们就把各种保险都买好了，我们到了大马第一件事情也是很快的就要去买保险。那你住院的，你各种医疗的重大的意外啊，都有一个人生的托底。比如说在去年美国的利率很高的时候，那我们就去买了一些固定的存款 FD， 那我这时候再去做股票投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配置之下，我的风险和收益其实是可以有部分的对冲的。我觉得这些事情倒是要有一种一步到位，就是你要有一种对待风险的一步到位的精神，但是对待收益呢，不能赌性太强。你看，要像上这样的乐观的心态，其实你看他整个人的那个状态，你就知道他应该是很怎么说呢，很开朗的。他也是很能吃苦的，就像你以前跟我说的，他以前是卖那个电话卡的，卡什么的，对自己一家一家去送啊，开车为了省一点运费，对吧？对啊，所以就是这种人，他是乐观、贴心、豁达，可能相信就是靠自己双手，还是能够在绝境当中找到希望。就这种信念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这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培养的。我以前也不是这样的人。他对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每个年龄阶段也不一样的。对我们来说，我们认为的一步到位，其实不就是先抛弃和离开原先的生活工作环境吗？对啊，那我们就做到了，这是我们要避免的风险。这样的一步到位是的，但你不能说一步跨越到一个不可触达的地方，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要的。对啊。还有学习马来西亚人的这种天塌下来当被盖的精神吧，乐观。还有包括像我们前2天直播分享的这种，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你到了一个绝境之后，你就坦然的接受它，不要去抵触它。也许未来你会翻盘，也许变成一条咸鱼，那我就做一条咸鱼，无所谓啊。OK， 还有吗？没了。好的。